各位管理员，大家好，我是明日方舟周末地的游戏制作人海猫肉和物，很高兴能再次以这种形式和大家分享我们目前的开发进度和即将到来的新版本内容。那几乎是每时每刻我们都能够看到各位管理员对当下体验的讨论和对未来内容的关心。上一个版本春晓时在发布后获得了大家的广泛好评，那也非常感谢各位管理员的喜爱与支持，我们也不禁感到自豪。因为持续的打磨和不间断优化，确实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落地有声是我们不曾改变的准则。希望每一次推出的游戏内容和每一条实施的优化措施都能够代替言语回馈各位管理员的信任。也希望大家能在未来多多支持周末地。那这一次我们将会为各位管理员带来全新版本悬疑散记的介绍，囊括了全新地图场景、新增干员、各位活动玩法和优化内容。那接下来就请随着版本 PV 一起，暂时远离纷争和阴谋，在遗落的悠久山谷中展开一段冒险篇章吧。藏剑谷，不就是说书人常说的那个吗？大岩留下的宝贝里，说不定就藏着传说中的赤霄剑法呢。兴波之仇，10年未忘。竹林之中，自有了断。走吧，我准备好了。不服的一起上吧，会一次性都收拾了。又不只是8九。我经历过这种背叛，现在我嗅到了同样的气息。且永不复还。之语呢？诞生于血，终结于血。我们源自一滴血，哥哥。
在这次版本中啊，我们会为各位管理员带来一张全新的支线地图。那在此前的故事中啊，侵蚀潮起，武林一度陷入了存亡危机。那在管理员们的奋战下，侵蚀潮落，和平再度降临武林。但一封来自选剑局的消息呢，打破了短暂的安逸。原来啊，侵蚀潮的退去，让失落已久的遗迹藏剑谷重见天日。那这一次啊，我们将肩负起探索藏剑谷的任务，追寻被侵蚀潮吞没的历史。选剑局的天师们说啊，这座沉寂已久的山谷，据说埋藏着大燕遗留的技术遗产。要是问咱们的陈千羽干员啊，他肯定会说，话本里的大燕侠客在此埋藏了神剑秘籍，那他一定能够在这里找到传说中的赤霄剑法。那大战之后啊，难得有轻松惬意的机会，可以一同冒险啊，所以陈千羽干员这次啊是格外起劲，自告奋勇陪我们一起去寻宝。穿过清波寨附近的峡谷山道，一面就是一座耸立的石门。那散落斜插在四周的古老石剑啊，和选剑局的时装竟然如出一辙。紧闭的门扉前带有神秘符文的机关柱，正是这座山谷带给寻宝者的初次试炼。待正确解开机关，穿过大门，远远便能看到比肩山峦的巨型剑桩。一路上，我们朝着巨大剑桩穿行于遗迹的断壁和浮崖之间，只有顺次解开巨型剑桩的机关，才能抵达藏剑谷深处，揭开传说的奥秘。为了给每一位管理员带来沉浸式的体验，此次呢，我们引入了全平台体积云技术，让藏剑谷中的云雾缭绕景象在各个设备上都能够自然呈现。不过，管理员们也请千万小心沿途逃窜的水匪和凶猛的野兽，尤其是藏剑谷中啊栖息了一种叫做山吼兽的敌人。他们习惯成群结队出没，而且性情调皮，会刻意扔出香蕉皮布置陷阱。聪明的山吼兽啊，甚至还会和体型巨大的披甲猎兽一起协同作战，配合之默契，堪称怪物界的踩种机与种植机。那大家不妨细心观察下他们的弱点和周遭还可以使用的道具，也许以牙还牙，以胶还胶，会是个不错的选择。而藏剑谷的深处啊，还盘踞着一只巨山吼兽，它有着远超寻常个体的巨大体型，擅长利用场地发起攻击。在狂暴状态下，巨山吼兽会震落遗迹残垣，那在场内啊随机落下石块造成伤害，也能够灵活抄起石柱，引发大范围攻击。而它发出的怒吼声会在短时间内封锁管理员们的行动。若是仔细观察巨山吼兽的动作模式，小心掌握战斗节奏，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发现这位敌人的攻克方法。那么击败藏剑谷深处的巨山吼兽之后，是否就能寻得沉睡的宝藏？而宝藏是否就正如传闻所描述那样，就请各位管理员亲自体验揭开古老历史的一角了。在本次新版本中啊，除了新区域藏剑谷之外呢，还有2位新登场干员米芾和卡缪即将和大家见面。那么接下来就请 Ra 来为各位管理员介绍一下他们吧。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再次见到各位管理员，我是明日方舟周末地的关卡设计师 Ra。这段时间啊，我和海猫一样，密切地关注着大家的意见，同时啊，也在不断地筹备新的内容，推出新的优化。我们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各位管理员能够切实地感受到游戏的体验越来越好，周末地的世界越来越丰富。也希望这一次我们带来的新内容能够满足大家的期待。那首先啊，我先来为管理员们介绍本次2位新登场的干员米芾和卡缪。在此前的版本中多次登场的米芾，大家相信应该不陌生了。我们在他发动的一场奇袭中，初次见到了这位英姿飒爽的武林城巡卫队长米队。虽然首次相遇的场面一度十分混乱，但在我们面前的米芾总是十分可靠，值得信赖。他不仅是我们初入武林时的引路人，也是一起直面侵蚀潮危机时的好伙伴。而这次米芾的故事始于庄方仪失踪的消息，空无一人的总庄办公室，唯有一纸信笺残存，全出无悔，生死随流。米芾一眼认出这是师傅们留下的战书。当年清波寨有3位深不可测的高手，人称清波寨3绝。他们与武林不能说是关系和睦，至少也是势如水火。作为备受倚重的大徒弟，米芾自然也是以挑战武林为己任。怎料时过境迁，如今他却成了投靠武林的叛徒。卷土重来的师傅们不惜以庄天师为要挟，也要逼迫米芾与他们一一对决。庄天师的实力有目共睹，如今却离奇消失，这让米芾和管理员也疑惑不已。
如今武林城与清波寨早已放下恩怨，为了不让事态扩大，米芾决定前去会一会师傅们。可等他真正准备迎战时，才发现事情的走向似乎与想象中并不一样。事关庄方仪安危，米芾难免不安，我们便应邀与他一同展开特训。几次招手之间，对米芾的招式也是更了解了。有架要打，找我就行。作为一名物理属性的近卫干员，米芾可以对目标施加物理脆弱，并通过战技打出不俗的伤害，是一名实力强劲的输出手。最特别的在于他的战技可以连续释放最多3段不同的招式，而每一段都有不同的特性。留在武林的这段时间，米芾不断精进实力，创出了自己的功法，大剑横扫，劲拳开道，一招一式自成一派。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如何出招的。先来看看普攻剑行拳翼，米芾可以进行最多4段普通攻击，对敌人造成物理伤害。处决敌人时将造成大量物理伤害，并恢复一定技力。战技清波3翼可以说是米芾最标志性的绝学了。3翼意味着他能够释放3段不同的招式。1段战技断云，米芾可以从拳套中发射拘束锁，拉取一定范围内的敌人，并将其聚拢至身前。如果目标中有无法被拉动的敌人，米芾会转而将自身牵引至目标前。这意味着绝大部分情况下，技能释放后，米芾都能够迅速接近敌人。技能成功释放后，可以衔接第2段战技。2段战技锥形，米芾进行连续挥拳，最后一击可以额外造成猛击效果。如果这次猛击消耗了不少于3层破防，那接下来一段时间内还可以继续衔接第3段战技。3段战技开天，米芾进行蓄力后，可以在不消耗破防层数的情况下，对敌人造成一次视为猛击类型的高额伤害。这次伤害不算作触发了猛击的物理异常，且不属于战技伤害，但诸如原始记忆强度等属性将能够正常提升本次的伤害。值得注意的是，1段战技释放后，不仅会返还大量技力，且2段和3段战技的技力消耗都比一般技能更低，各位管理员们可以更自由地使用这些技能。连续技全出无悔，当有敌人达到3层破防及以上时，米芾一记上勾拳痛击前方的敌人，对其造成伤害，并施加物理脆弱，且随后可以在一段时间里直接衔接第2段战技锥形。细心的管理员们可能已经发现了，米芾的连续技和2段战技所需的破防层数都是3层，这意味着触发米芾的连续技后是非常容易再追加2段和3段战技，打出一套伤害不俗的小连招的。终结技决心，米芾短暂蓄力后向前方冲刺，强制击飞前方所有敌人，狠狠将其砸向地面，造成物理伤害，且随后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直接衔接第2段战技锥形。米芾的终结技本身可以造成较高的失衡值伤害，也可以在关键时刻补充重要的破防层数，让管理员们触发第2段战技时的效果更加顺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实战视频来了解一下米芾在战场中的表现吧。首先是由米芾领头的物理队来挑战隐通风杯玩法中的旁门外道这一关。想必大家都还对这一关中无法被控制的猎敌者弩兵记忆犹新。开场面对一群精英猎敌者，我们先用米芾的1段战技将他们全部拉至身前，随后配合2段战技和其他干员，敌人的破防层数迅速来到了3层。此时我们立即发动米芾的连续技，并衔接2段战技，让敌人瞬间蒸发。还没完啊！因为刚刚我们打出了2段战技，消耗了3层破防，我们可以立即衔接第3段战技，让3名敌人在开场时便受到重创。我们发动俊卫和于禁的终结技后，立即发动米芾的终结技，为目标施加1层破防。同时，陈的连续技和战技也对目标施加了另外2层破防。这下米芾的连续技又可以启动了。我们继续衔接2段战技，乘胜追击，立即击倒了1名敌人。哈哈，剩下2名敌人自然也逃不了。让我们找好一个角度，释放第3段战技，一阵猛烈的拳风呼啸而出，同时击倒了2名敌人，完美收场。接下来看看对战残暴的巨兽天谷的情况吧。开场，我们先借助洛希的战技与连续技，使其迅速进入3层破防，随后发动米芾的连续技，对其施加物理脆弱状态。由于天赋的加持，米芾将在连续技后获得护盾，并在护盾持续期间获得更强的抗打断能力。紧接着，我们释放秋丽的终结技，恢复一定技力，并衔接米芾的终结技，施加1层破防的同时，造成了大量的失衡值伤害，刚好使敌人进入失衡状态。
我们乘胜追击，对目标进行处决攻击后，配合秋丽和洛西的技能，再次使敌人进入3层破防状态。大家别忘了，米芾在释放终结技后，可以直接衔接第2段战技。一通战技连招输出后，天谷巨兽甚至还没来得及进入愤怒状态，便化为了灰烬。从刚才的实战表现大家可以看到，米芾拥有的3段战技赋予了他多样的能力，既可以狙怪，又可以造成爆发性的物理伤害。只要有队友能够配合施加破防层数，米芾就可以大展拳脚，利用连歇技和战技的连招，暴风骤雨般的打出大量的物理伤害。如今融合了清波拳法与武林技艺的米芾，面对昔日的师傅，究竟胜负如何，就敬请各位管理员们见证了。介绍完了老朋友米芾，来让我们再一起看看本次的新面孔卡缪。我们发现自上一次前瞻节目的露脸之后，卡缪似乎引起了不少管理员们的关注，大家都对他身为血魔，隶属赛什卡的身份充满好奇。具体来说，他是赛什卡这一组织的看护人，负责追查各类内部的犯罪案件，也是一场来自赛什卡的委托调查，指引我们与卡缪就此相遇。在他的冷淡介绍下，我们得知这次的事件因一份匿名寄给赛什卡的血液样本而起，而运输卡车的失联与运输人员的身亡又为此增添了层层迷雾。我们本该与卡缪协力调查，但他对合作表现出冷淡的态度，执意独自追查。虽然在管理员的主动下，卡缪不再沉默，开口道出了所掌握的信息，但他最初的回避与近乎执拗的态度让我们意识到，此次的案件并不简单，背后或许隐藏着更大的隐情，甚至与卡缪不为人知的往事有关。为了揭开谜底，我们沿着滴落的血痕一路追踪。很显然，真凶似乎有备而来，也许还有更多危险隐藏在这之后。不知道等待着卡缪和管理员的是什么呢？从独自追查到并肩作战，随着卡缪与我们之间的信任逐渐积累，他也不吝惜在我们面前展露自己的战斗方式。我所到之处，罪恶无处遁形。卡缪的作战风格带有血魔独有的特色，挥舞的长枪被猩红色的薄雾笼罩，当他释放真正力量时，会展开巨大的单翼，降下血色枪雨，用更猛烈的攻击横扫整个战场。身为灼热属性的先锋干员，卡缪的连歇技和终结技都能回复大量技力。它的特色机制在于，战技所生成的血火血翼能为敌人施加长时间的虚弱和灼热脆弱等负面状态，且配合连歇技还能为队伍提供连击效果。为了达成更默契的配合，我们不妨来一起深入了解下他的战斗技巧吧。卡缪的普通攻击煞血离罪，可以进行至多5段普通攻击，对敌人造成灼热伤害。处决敌人时将造成大量的灼热伤害，并恢复一定的技力。战技虚火焚云，卡缪召唤血火血翼飞向敌人，对一定范围内的敌人造成灼热伤害，并施加灼热附着。随后，血火血翼会在主要的目标周围盘桓，对其施加长时间的虚弱和灼热脆弱效果。该目标被击败时，血火血翼则会立即飞向附近的另一个敌人，继续对目标造成灼热伤害，并施加灼热附着、虚弱和灼热脆弱等效果。这意味着，即使是在有多个敌人的情况下，也不用担心已被施加战技效果的敌人快速倒下而浪费激励了。不过要注意的是，血火血翼在场上最多只能同时存在一群，当管理员再次释放战技时，已在场的血火血翼会消失。连歇技追星之极，当有敌人的灼热附着被消耗或吸收后，就可以发动。卡缪在敌人之间来回穿梭，造成灼热伤害，并恢复一定的技力。当受血火血翼影响的敌人被卡缪的连歇技命中时，还会在短暂延迟后发生一次爆裂，使该敌人受到一次额外的灼热伤害，并使队伍获得连击效果。由于卡缪的战技自带灼热附着，所以无论是被蓝丸町这样的干员通过攻击吸收，还是通过其他附着造成的法术异常的方式消耗，都可以很轻松地触发卡缪的连歇技。终结技猩红坠羽，卡缪展开单翼飞向空中，落下枪雨并衔接横扫攻击，对大范围内的敌人造成灼热伤害，并施加灼热附着，同时恢复一定的技力。释放终结技后的一段时间内，卡缪的下一次战技会被替换为追猎。追猎本身视为连歇技，不消耗技力，且命中后可以恢复技力，并且无论目标是否受血火血翼的影响，只要追猎命中，就可以使队伍获得连击效果。这样一来，管理员们就可以在最需要的时机使用追猎来配合其他干员的战技或终结技来进行输出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同样通过实战视频来了解一下卡缪在实际作战中的表现吧。首先，我们来对战一群天使，正好可以小试牛刀。开场时已经有不少敌人受到了自然附着的影响，这正是个好机会。我们使用卡缪的战技，让血液飞向敌人，造成灼热附着，并触发燃烧异常。大家注意看啊，残血的敌人因燃烧而倒下之后，血液又会立即飞向下一个目标，再次施加灼热附着，并触发燃烧异常。如此往复，我们仅使用了一次战技，所有敌人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逐个倒下。当血液飞向最后一只大型天使时，我们乘胜追击，立即开启卡缪和杰菲尔终结技，分别造成灼热和自然附着，利用腐蚀异常先削弱敌人，然后在使用卡缪的连线技后，配合卡缪终结技的追猎效果，完成一次华丽的收割。接下来，我们要与3个猎猎者大斧哥来速战速决。一开场，我们立即使用卡缪的战技和终结技，为所有敌人施加灼热附着的同时，将追猎效果积攒在手中。随后开启蓝顽迪的终结技，攻击敌人的同时，恰好吸收了敌人的灼热附着，触发了卡缪的连线技，为队伍首先积攒了一层连击效果。接下来，我们使用卡缪终结技留下的追猎技能，不但不会消耗连击层数，还会额外叠加一层。时机已到，开启满容墨层数的蓝顽迪战技，配合上2层连击带来的大幅度增伤，直接一举消灭所有的敌人，轻松获胜。相信通过刚才卡缪的实战表现啊，大家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他在各个队伍中的强大功能。进入战斗后，他可以率先使用战技召唤咸火血液，对敌人施加灼热附着和各种负面状态。只要队友能够利用灼热附着，就可以轻松地触发他的连线技，在恢复技力的同时，还能为队伍提供宝贵的连击效果。既能加快队伍的技能循环，又能提供各种增伤效果。卡缪绝对可以说是各种队伍里不可多得的多面手。跨越各种阻挠后，管理员与卡缪是否能抵达真相？血痕的尽头又将指向何方？一切的结局正在等待我们一同揭晓。在本次版本中，我们还准备了多项新玩法，带给各位管理员们体验。常驻玩法隐通丰碑将新增高难度挑战内容死寂真名，在普通模式下挑战成功，便可在同步推出的限时活动丰碑留名奋身中领取包括千金玉在内的多种奖励。在版本故事藏剑鱼谷落下帷幕之后，我们将跟随指引来到演武平台，解锁全新的常驻玩法选剑演武。这是一种风险与回报并存的战斗玩法，管理员们可以在平台中随机抽取名牌，每张名牌都会显示一组敌人以及对应的战力点，每抽取一张名牌，敌人的战力总数都会相加，并在下方显示对应的奖励数额。但为什么说这个玩法有风险呢？是因为抽名牌可不是越多越好，敌人的战力点数之和正好达到10点时，对应的奖励数额最高。战力点数超过10点时，不仅奖励数额会回落，而且战斗难度还会大幅度上升。抽取完毕后，名牌上的所有敌人会同时发起进攻。由于名牌是随机抽取的，所以管理员们可能会面临之前从未见过的敌人组合，获得特殊的战斗体验。将他们全部都击败后，即可获得奖励数额对应的武林调度券。值得一提的是，管理员们可以提前在平台旁边的高台区域放置防御塔辅助作战，到时候大家可以多多尝试不同的设备，让战斗变得更加轻松。后续啊，我们还可以通过花费调度券升级演武平台，不仅能提升奖励的数额上限，甚至2级以后还可以解锁奖励翻倍功能。开启该功能后，战力总数不变，但对应的奖励数额翻倍。每日完成限定次数的奖励挑战后，可进入自由演算模式，自由开启战斗，试验配对。除了每次挑战可获得的调度券以外，伴随玩法上线，我们还准备了限时奖励活动，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取活动奖励。总的来说，有限的奖励翻倍机会，有限的名牌放弃机会，还有随着抽取而实时变化的名牌库剩余信息，都是我们留给管理员体验博弈乐趣的小设计。抽或者不抽，这是一个问题。除此之外，我们还将新增常驻玩法微镜碎片。在击败巨山吼兽本次的最终敌人之后，管理员们可以随时进入行动手册中的微镜碎片重新挑战，获得千金运等手动奖励。在这次的新版本中，爱创作的卡莉来到了武林，继续书写她的童话书。限时拍照活动，卡莉的武林童话将迎来开启，请各位管理员帮助卡莉完成她的作品吧。
最后啊，将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项全新的挑战玩法——危机合约。这个新玩法最大的特点在于，战斗难度将完全由各位管理员们自己定义，而难度自定义的关键就在于难度指标的选择。接下来就让我和海猫一起给大家演示下危机合约的具体玩法吧。好，现在我们来到了危机合约的主界面啊，那可以看到这儿陈列了很多词条，那让 Ra 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大家可以看到词条一共有3行，对吧？分别是1分、2分和3分。那这里面呢，越往下面的词条分数越高，但是也就越难啊。并且大家可以看到，在一些词条的中间还有一个比较细的这么一个连线，这其实代表呢，这些词条之间是相互冲突的，你只能在连线的词条中间选择最多一个。啊，可以往右边看，包括我们词条的类型也非常的多样啊。哎，比如说现在海猫现在点到的这个禁止闪避，是不是感觉有一点可怕？确实，我等会儿会试一试这个词条。确实很可怕。先给你一个信息。哎，我这边看到有2个黄色的词条啊，这是什么呀？哎，这个是我们本次挑战中的2个特殊词条啊，我们叫它密钥指标啊。这2个指标你一旦选中了之后，首先后面有一批被锁上的词条才可以被选中。第二是这2个指标本身也很特殊，它们不仅有一定的负面作用，而且它们还有一定正面的作用。这2个作用而且是不一样的，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阵容来选择说，哎，感觉哪个合适自己。这个是我们这次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么一个设计。好，那事不宜迟，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进行挑战了。那我要大展身手一下，先看你表现喽。对，我们选择，我随便选一些吧，到时候让我来先试一试。好，先我随便点了一些词条，把它累积到了一个25的一个难度啊。那我相信这个是有一定挑战的。然后我选择使用这样的物理队进行。哦，经典物理队。你笑得很诡异啊！我知道，可能对我来说，刚才有很多词条可能很不妙啊。不过没关系，我们主要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这个一样的效果。看左上角这边，其实你看有4个数字，其实代表了我们一共有4波怪。波与波的之间间隙其实会有一些回血啊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对，没错。那我们现在只要触摸光点就可以开始战斗了。要不赶紧开始？哦，第一波怪嘛，小试牛刀，几个小天使。没错，那我们使用小层啊进行一个叠层。哎，不对啊，刚才我连携之后怎么只叠了1层啊？哎，你忘了你刚刚选了一个词条吗？每5秒钟只能施加1层破防或者法术附着哦。像我这样小层的一些连携和技能的组合都不能很好的奏效，会降低非常多。对，硬着头皮上吧。哇！哦！我竟然还点了这样的，就是敌人死后在地上留下了一滩伤害。那这个对我们4个近战的会掉很多血哦。对，那对我们这个4个近战的一个物理队来说是有点难处理啊，稍微有点难处理。哎呀，快出来！哦，你打的这个好艰难啊，海猫。确实很艰难。闪呀，你闪呀！不对，我想起来了，我点了禁止闪避啊，左下角其实已经早有提示啊，我们已经禁止闪避了，所以啊，那面对这样的攻势的话，这个不能躲开敌人攻击的话，也非常难处理。知道禁止闪避的可怕了吧？确实，而且刚才我还发现我选了个非常难的词条，是我还不能切干远。那我觉得我可以选择放弃，下把再来。确实。哎，海猫，听我一句劝，真的把这个禁止闪避10条拿下吧。好吧，我觉得确实有点难了，我还是换成更简单的词条。不过啊，我相信以管理员的智慧啊，一定是有办法破解。那我们今天就还是要用刚才那个阵容去打，那我们就先这样试一下了。事不宜迟，赶紧上。但是刚才的大部分词条其实都没有改，这个阵容对于这个词条来说还是比较难打的。那我们看这次能不能逆天改命啊？逆天改命。哦，你学会小技巧了啊！确实，我的手上技能要捏实一点才能放出啊，这样就可以刚好避免加不上的问题。哎，你看，你刚刚这个是你操作菜了啊，自己没闪掉。对啊，我都已经忘记掉了，我已经忘记掉我自己可以闪了啊，没关系，这个仍然是一种演示。哎，然后我们出来，这次的猛击伤害很高，确实。因为我们在外面选了，就是使你的技能伤害这些都降低，但是会使你非技能的这些伤害都提高的这么一个词条。猛击的话刚好就不属于技能伤害，所以说其实非常的适合用来打出一个高的输出。看来形势不太妙啊！形势不太妙。还好你坚持到。哎呀，你看这个回血的球在这个毒物里面啊，确实稍微有点不好吃到耶。
完了完了，你这回血球没了，哎，哎呦，哎呦，好，打出处决后释放我小城的大招，不对，完全没伤害，你这个我的终结技为什么没有伤害？这个是你操作菜了啊，自己没闪掉。哦，对啊，我已经忘记了。因为你刚刚选了一个很吓人的词条，是当第2次以后，每个人放自己的终结技都会没伤害的。如果你选这个词的话，一定要非常小心你终结器的使用时机。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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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小神快顶不住了，感觉你小神快要顶不住。哎呦，哇，你这下运气好好，刚好闪过了对面那个怪物跑过来。但是我感觉就是很艰难啊，就这个，哎呀哎呦哎呦。不知道我顶不顶得住，只有26点血，只要碰到地上那个毒，哎呦哎呦哎呦哎呀，想切干员也切不了，难受。哎呀啊，终归还是没逃过这一劫。没事的，这个仍然是给各位管理员做下演示啊。哎，就是还是非常有挑战的，而且有非常多可能会限制到自己干员的一些情况。哦，你发现没有？他还会给你上寒冷附着，下面那个指示框很明显。确实，哎呦哎呦哎呦！没想到还是物理大天使啊！这边怪物对于主控的伤害还是太高了。确实，我依稀记得我还点了一个主控受到伤害增加的一个词条。哎呀，没想到你俊威这里还在坚持啊！没事儿没事儿，看还有没有救？哎呀，这哎不好，操作失误！哎呀，我的拼尽全力无法战胜。哎呦，最后这个没有躲上，差一点点失衡。哎呀，刚刚海猫拼尽全力还是没有打过呀。没事儿，我来组一个我叫小燃烧队的这么一个队伍吧。这个队伍呢，相比于刚刚一样的词条的情况下，其实会更加合理。哎，等下大家可能就知道为什么会更合理了。趁着战斗开始之前，其实是可以切干员的。我们先切到佩利卡这边，然后我们开始作战。OK， 第一波小试牛刀马上就有说法。电 ，OK， 狼位扔，你看，造成了成吨的伤害。哎，大家一定好奇为什么刚刚伤害那么高？那是因为啊，我们狼卫这个触发出来的左右附着，如果是碰到别的一些法术附着，它被形成了一个法术异常的话，其实是不会算到刚刚那个减伤的里面去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特性，尽量多累积一些附着的情况下，利用狼卫的这个产生燃烧去打出大量的伤害。那看来靠这套体系的话，就有可能能够很快把怪消灭掉。大家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大天使，通过燃烧伤害加导电的这么一个组合作用，它就迅速的在第一轮很快的被解决掉了。大家可以看到呀，因为佩利卡是远程干员，主控远程干员的时候，小怪的死亡的地点会离佩利卡会是有一定距离的，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吃到那个地上毒物的这么一个伤害。确实。啊！快救我！虽然没有伤害了，但是奶还在，很关键啊！这波很关键。哇，这一波是真的有点舒服。我们这边终结技多释放几次之后会没有伤害，但是它的治疗效果还是能够保留下来的。所以说，艾尔加拉在这边的一个终结技其实是非常有用的，能够让我们的容错率大大的提高。这是大家熟悉的狂冲盾指的2只天使啊，这次我们使用远程，尽量不要靠近他们，等到他们2个都能被上到电磁附着的情况下，我们使用狼卫的连接技给他们2个都转换成燃烧状态，继续利用这个方式造成大量伤害和输出。哦，最后的破巢之下，他现在已经没有生命值了，一个燃烧伤害直接带走他。大家可以看到啊，虽然这个词条本身非常的难，但只要我们去选出合理的队伍，总有办法能够战胜它。经过我和海猫的这么一番演示，相信大家也对危机合约的玩法有了一定了解。我们的设计初衷是希望各位管理员在自由设置难度、自由搭配队伍以及思考与验证对策中享受战斗的乐趣。像刚才我和海猫的演示，也只是其中的一种游玩方式，还有更多的玩法与搭配正等候着各位管理员们发现。到时候，勇于尝试的管理员们可以完成指定任务，获得活动代币，用于在活动奖励商店兑换千金玉、程序的痕迹等各种奖励。虽然我们鼓励挑战精神，但这些奖励嘛，还是希望大家有种还没怎么发力就已经得到了的感觉。而且在本次玩法的活动期间，管理员们还能看见自己的名片上显示出挑战成功后的最高分数记录，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时间内留下一些证明，来纪念这份挑战高峰的决心。看到这里啊，可能已经有不少管理员们正在摩拳擦掌备战危机合约了。我们会在危机合约玩法正式开启的前7天，特别开启理智类活动危机筹备。
管理员们在完成指定任务后，除了能获得理智消耗许可和应急理智加强剂以外，还可领取装备精锻注记和冷却纸，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尽兴。接下来，我们将带给各位管理员更多版本活动信息。伴随米芾和卡缪2位新干员加入周末地，我们将以这2位干员为中心，依次开放以下活动。首先便是全出无悔和逐罪者2期特许寻访，米芾和卡缪将分别在对应寻访中获得概率提升。与此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2位干员的试用活动以及配套的7日签到活动，全与星河与夜区逐罪。登录完成签到，便可累计获得对应寻访的各5张限时寻访凭证等奖励。大家也别忘了前往采购中心的集成配额交易，可兑换对应寻访的5张限时特许寻访凭证。而关于米芾和卡缪的冒险，管理员们也可以在2位干员的叙事活动中亲身体验了。在米芾的叙事活动以全问心中我们将与他一起迎接3位师傅的复仇之战；而在卡缪的叙事活动王者之舞中，我们将和他一起见证血案背后的阴谋与真相。在武器方面武库交易所也陆续上新2把全新的6星武器，双手剑赤鹰以及长柄武器杜红祝福。管理员们可以在降阶生领与染赤生领中生领对应的武器。那装备方面我们也新增了全新的旧分装备组，也对轻波装备组与点剑装备组进行了部件更新。我们也将在本次继续上新3种装饰物品，它们包括虎牢关、猩红记忆和龙泡泡气球。据说虎牢关是米芾当时关押某个惹事精专用的设施。那不论是想要还原当时的情景，还是想要自己亲身体验这种被关押的感觉其实都可以。有兴趣的管理员请务必体验一下。猩红记忆是一面承载着卡缪重要回忆与情感的相框，在这份重要的信物前，管理员们可以与卡缪一同分享这份回忆。那有了可自由摆放的龙泡泡气球之后管理员们也可以将它摆放在任意地区，使其成为新的地标建筑。那我们非常欢迎各位管理员尽情发挥创造力，按自己的喜好摆放新的装饰物品。如果有特别满意的摆放效果大家也可以通过拍照分享，我们也会再接再厉，推出更多有趣的装饰物品。此外，新一期里程碑活动协议通行证苍山也将同步上新。解锁对应的协议通行证后管理员们就可以获得自选6星武器补给，包括新增的6星双手剑幻想苦痛和6星长柄武器灯火使命，还有新增的名片主题苍山长气、头像长鸣、头像框剑以衬纹和贴纸剑装等多种奖励等待管理们获取。随着新版本的开启引导活动寻剑幽谷也将开放，欢迎各位管理员前往藏剑谷区域探索，完成解锁协议传送点、开启协议储存箱等任务领取丰厚奖励。在过往的前瞻节目中我们为大家预告过一系列优化改动，也将正式在本次版本中实现。在交互性与易用性方面为了让大家的变强之路走得更加顺畅，我们新增了装备的批量精锻功能。当管理员们精锻装备时可以一次性选择多件耗费装备，连续精锻直至精锻成功，减少重复操作。若精锻强化提前成功则会返还本次精锻未耗费的装备和装备精锻注记。我们也观察到部分管理员获取大量武器后无法快捷处理不需要的武器。那针对这一系列问题我们新增了武器批量分解和锁定管理功能。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分解功能。管理员们可以在贵重品库将不需要的非6星武器批量分解为对应品质的武器培养素材。而且在进行武库申领时，当贵重品库的武器数量超过上限时可以通过自动弹窗快速跳转到贵重品库进行武器分解。为了防止管理员们不小心分解想要保留的武器，我们还配合推出了锁定管理功能。管理员们可以一键锁定或是解锁全部5星武器，或者解锁超出满潜能数量的5星武器。我们还优化了武器机制的刷取体验。当管理员们刷取武器机制时可以先选定多把心仪武器。如果获得了3个词条都契合心仪武器的无瑕机制，那这个机制就会被自动锁定，并且打上完美适配的标记。
以便大家能够迅速定位满意的机制。那为了让大家的探索体验更加流畅，我们也增加了区分任务优先级的功能。在任务列表中当期干员的叙事任务在版本期间的显示顺序更为靠前，而且还增添有版本推荐的标签，以提醒各位管理员及时体验当期版本的新干员任务。此外，我们也优化了手柄和键鼠的操作切换逻辑。我们也在持续打磨操作细节，力求为大家带来更加流畅的切换体验。而地区建设系统也会在主界面新增事务总览。通过这个节点，我们就能够总览物资调度、仓储节点、环境监测等各项建设系统信息，并在地图上快速定位这些系统信息。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锦玉谷的物资调度终端，它的目前等级和升级所消耗的武林调度券已直接显示，管理员们可以快捷跳转至地图界面的对应位置快速前往升级。同时，当管理员看到可购买的物资数量即将溢出的提醒可以点击跳转到对应的物资调度界面，直接进行物资交易，非常方便。另一方面我们也在不断优化集成工业系统。我们这次就为扩容反应池加上了自动处理复数配方阻塞的功能，因为我们发现有部分管理员会遇到扩容反应池阻塞的问题，往往是一台机器内呢设置了多个配方，同时呢多种产物完全堵塞，产物也无法正常运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新增了自动处理复数配方阻塞的选项，且默认勾选。那在选项勾选的同时，且因为配方未配平导致多个产物同时阻塞时，扩容反应池会立即清空缓存区，来保证反应的正常进行。同时在扩容反应池作为蓝图被保存时，选项的勾选状态呢也会被保存，这样管理员就可以更加轻松的进行复数配方的生产，不用担忧因为未配平导致一段时间后产物突然阻塞了。除了产物阻塞，大停电也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那以往管理员们的工厂系统越是复杂，大停电导致的工厂停摆更是让大家觉得难以处理。但现在我们增设了备用电源功能，用于紧急供电。当管理员在线时，如果某个地区的电力耗尽，那备用电源将会自动启用，临时为所有设备提供无线电力，尽可能的延长集成工业系统的正常工作时间。那管理员也可以将此选项关闭，可以自由选择备用电源的开启时间。不过备用电源将在启动一段时间后呢耗尽，耗尽之后就需要额外时间来恢复，所以大家可以把备用电源当成一个缓冲，趁备用电源还未耗尽时重新调整电力布局。我们还优化了武林的供电逻辑，集成核心区域内的吸氧供电桩与吸氧中继器现在也可以和外部的吸氧供电桩和吸氧中继器正常连接了，这样管理员在野外拉电线时呢就能够更加节省供电设备了。在战斗方面我们优化了屏幕外敌人发起攻击时的预警提示，希望今后管理员与敌人作战时呢，特别是与大量敌人作战时，可以更好的识别即将来袭的攻击并进行闪避。不仅如此还有系统交互方面的优化。我们也注意到部分管理员希望在拜访好友后还是直接返回自己的递降号，于是呢我们额外新增了返回递降号的选项。那以后管理员在结束拜访好友后，可以自由选择返回地点，既可以选择结束拜访返回原先的位置，也可以返回递降号。还有为了减轻管理员们的日常负担，我们也调整了当前的日常任务，包括提升了部分任务的可获得活跃度，降低了部分任务的完成难度，以及新增任务。例如此前每日消耗60理智和120理智，可以分别获得10点活跃度。现在呢任务条件不变，但可获得的活跃度呢提升至了20。此前每日累计击败20个敌人才可以获得20点活跃度，现在同等活跃度只需击败10个敌人就可以获得了。而之所以这样调整是因为我们发现有不少管理员在过往呢是通过刷机制完成这一日常任务的，但在可刷取机制的所有点位中有一部分点位的敌人是少于20个的，那导致部分管理员无法一次性完成这些任务。于是我们将任务中的敌人数量下调，那这样大家也许在刷某些机制的时候，只需要刷一次机制就能够快速完成任务，获得每日奖励了。此外我们还新增了2个日常任务，管理员们在递降号收集一次产物或者是线索，以及在任意地区物资调度处购买一次弹性需求物资，即可获得20活跃度。那综合来说
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观察各位管理员的日常游玩过程，并且听取了大家的反馈，才对以上的日常任务进行了这一系列调整。希望这能让管理员们在日常游玩时更加轻松，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游玩。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各位管理员的意见，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游戏体验。那介绍完了本次悬疑散记的前瞻内容，也请各位管理员和我们一起展望未来版本的新内容吧。在和大家分享这些内容的同时后续版本的开发工作也正在进行。那下一个版本也会是规模较大的一个版本。如果说这次的寻宝之旅是远离武林城纷争的一段小憩，那么在未来的下一个版本，我们将重新把目光投回武林城的漩涡中心。管理员一行将与应龙特勤队队长绝再度携手，组成先锋队伍，以封锁武林盛大裂隙为目标，深入北部禁区。北部禁区这片被神秘瘴气笼罩的区域本身即是巨大的挑战，我们将在此迎接全新的特殊地图玩法与机制，直面旧日幻影与掩藏其中的真相。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危机在等待着各位管理员。在主线剧情之外，也会有一位新面孔即将到来。在舞台上，他是闪耀的人气偶像，当帷幕落下，他又在管理员面前展露怎样的本性呢？那也请各位管理员在未来一起感受了。那这个版本的新内容也会非常多。首先是这个版本将会为管理员带来2张新地图，管理员们也会继续深入主线章节，体验这2张全新的主线地图。而且我们也希望让大家在今年的每个版本中都能够体验到新地图，也会有新的剧情内容供大家体验。那更多的活动内容呢和玩法也正在筹备之中，敬请期待。那么除了地图之外集成工业系统在未来版本也会迎来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更新。我们将引入全新的工业形态气体，我们计划通过新科技的引入，帮助管理员们简化部分产物的生产逻辑。在未来通过新的科技与设备以及新的开采点类型，大家将会比以往更快更简便地获得如锡壤、褐铜块之类的产物了。希望新科技在为工厂建设带来更多乐趣的同时呢，也能够大大便利大家的工业发展，管理员们也能够以此为基础更方便地探索新产物的制造。此外我们也会在后续的版本新地图中增加更多的矿物开采点，希望能够给管理员带来更多的产线自由度，并且降低兑换调度件的压力。活动方面呢，我们也将上新跟卖奇境。在这个趣味玩法中管理员们可以穿梭在充满机关的地图中，体验各种特殊机制的战斗，收集迷之残块，完成指定任务，从而获得奖励。其实在公测上线时呢，我们就计划对拍照系统进行优化了。那么在未来版本中我们打算正式实现干员拍照动作与站位的自定义功能。今后管理员们在拍照时可以自由移动当前场上的干员，并且指定可选动作，结合布置好的装饰物品，一起拍下更好玩、更好看的照片。除此之外，我们还计划在各方面增加新功能，以及提升各位管理员的游玩体验。比如装饰物品系统的正式上线，我们将新增独立页面，方便大家管理装饰物品。那这样一来装饰物品将不再占用大家的背包与仓库。还有剧情对话中专有名词释义功能的添加，以及一些全新的战斗玩法，都在等待与大家见面。当然，未来版本的优化也已经提上日程，例如俯瞰模式下多个重叠目标的选择优化，多模式设备呢也可以在放置时呢切换模式，管道流动表现的优化，以及使用共享滑手的时候呢还可以自动维护等等。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反馈持续调优现有的集成工业系统。周末地的前路仍在延伸，谢谢迄今为止与我们同行的管理员们，你们的支持与热情就是我们仍然在认真制作、不懈分享的理由。正是在大家的陪伴下，我们才有机会将游戏内容打磨得越来越丰富，才有机会持续成长。我们有长足的信心，在第一线倾听大家的意见，在第一时间调整优化，以第一标准完善游戏体验，也有决心在未来继续满足大家的期待。那么到这里今天的分享就已经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也期待我们下次再见，拜拜。